女大学生刚毕业就回家继承了爷爷的小饭店，然而厨子的家不仅没有将饭店做倒闭，反而每天都赚得盆满钵满，只因饭店每晚都会有神秘客人来吃饭。请问店家还有吃的吗？花卷看着眼前的老人，他一身粗布做的衣服，还有不少补丁，背上背着一个背篓，花白的长发束在脑后。难道附近有剧组？这个大叔是在拍电视吗？大叔，我的店还没有开业呢，只有方便面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泡一碗。大叔有点懵，好像不太理解花卷说的话，只听见不嫌弃之类的。他轻声地回答道：“麻烦店家，我随便吃点什么都可以。”还怪有礼貌的脸。随即花卷回到厨房，泡了一碗方便面，为了给老人家增加营养，还加了一个蛋。大叔，面好了，你吃吧。老人这回却迟疑了，本来只想吃一碗简单的阳春面，可没想到店家端上来了一份这么香的面条，里面还有荷包蛋。店家，我没有那么多钱，吃不起这么好的面条。没事，不要钱，您放心吃。这不行，这不行。没关系的，面条都下好了，你不吃就浪费了。老人犹豫再三，叹了口气，然后用布满老茧的手拿起筷子，慢慢挑起一筷子面，不一会儿就将面和汤全部吃完了。多谢店家，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只是我身上铜板不够。老人掏出2个铜板放在桌上，又从背篓里拿出了几根萝卜。这里是我自己种的萝卜，今天拉去市集上卖，还有一些没有卖完，我能不能抵给店家当面条钱？也不知道还差多少。一碗泡面也不值几个钱，不用啦。在老人坚持下，他收下了4个大白萝卜，走到门口目送他的第一个客人离开。老人走后，他回到店里收桌子，看见老人留下来的2个铜板，不知道这个铜钱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条街有一个古玩店，等有空去店里问问。第二天，花卷起了个大早，看着昨晚上老人送的萝卜，他去买了几斤排骨回来煲汤。刚到店，一个大婶就走了进来。哟，你这个白萝卜不错啊，在哪买的？不是买的，是亲戚送的。那还剩下2根，卖给我吧，我今天回去也炖个汤。可这我也不知道卖多少钱啊。你看你开着小吃店还不知道价，这样吧，就按那边老刘菜摊的萝卜价吧，这2根嘛，20卖不卖？那行吧。大婶转完账后便拿着萝卜走了。今天还莫名其妙的挣了20块钱。转眼夜幕降临，一天又结束了，小街也恢复了寂静。正当花卷准备回楼上休息时，小吃店的门被推开了，走进来的还是昨天那个老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局促。大叔，你来的正好，昨天你留下的白萝卜今天卖出去了。哎，那萝卜是自家种的，不值什么钱。这里有一些山板栗，我孙子今天上山捡的，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还请你收下。好家伙，真沉呐，估计有10来斤。大叔，你吃饭了吗？我给您下碗面条吧，今天就吃萝卜汤面怎样？好，那就麻烦店家了。说完他就后悔了，自己是来感谢店家的呀，怎么一闻到店里的香味就又嘴馋了。花卷走进厨房，煮了一碗排骨挂面给老人家，端上桌后，老人一会儿的功夫就吃完了。没想到我能吃上这么好吃的面条。说完，他掏出了5个铜板，小心翼翼地放在桌面上。大叔，我已经收了您的板栗了，怎么好再拿钱呀？再说了，这个铜钱我也用不上啊。那些板栗不值钱，都是山上捡的。那也够了。正在推搡中，店里又进来了3个人。啧，我今天算是见到稀奇事了，5文钱还客套起来了。花卷看向来人，这是一个穿着古代服装的年轻女孩，身后跟着2个穿着劲装的男子，腰间配着刀。附近有什么景区吗？过来拍照，还是玩 cosplay？ 你的穿着好生奇怪。罢了，我饿了，你们店里还有什么吃食？不好意思，我这个店还没有开始营业呢。你少诓我，没有营业，那他怎么能吃？簇簇准备吃食，少不了你的银子。在这唱戏呢，不会是遇到神经病了吧？还剩下面条了，你吃吗？不吃的话，你们可以再往前走走，应该还有别的店开门的。我们一路走来，只看见你这一家店，前面就进城了，没几家店开门了。你这面条闻着挺香，就吃它了。花卷正要去厨房，看见老人家步履蹒跚往门口走去，他想了想，叫住老人，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进老人手里。大叔，这些糖拿回去给您孙子吃。万万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工科大学生，竟然做起了面条生意。你这面条真不错，比我家所有的厨子做的都好吃。大户人家啊，还有厨子呢。这时，一个男人就从怀里掏出来1块碎银，放在桌上。怎么回事？前面给铜钱，现在给银子。花卷彻底懵了，他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宫廷玉液酒。”你这里还卖酒吗？进贡的酒。你们从哪里来呀？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我今日山中落霞寺为父亲祈福，没想回来路上遇到了大雨，耽搁了些时间，这才晚了。今天艳阳高照，哪来的大雨？而且也没听说山里有个寺庙啊。
女孩子休息够，向花卷告别。花卷跟在后面走出小吃店一看，这才发现不对劲。白天周围的店都没有了，四周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剩下小吃店的灯光照着门前一小块地方。我这是穿越了吗？女孩继承了爷爷的小饭店，没想到开业第一天上门的客人不仅身穿奇装异服，结账时还用铜钱和碎银，这直接让女孩瞬间傻眼。直到她将客人送出去时，饭店其他门店都不见了。这时女孩才发现自己的饭店自带穿越功能，于是第二天早上她就带着铜钱和银子来到了古玩店。你这个铜钱怎么这么新啊？看着像假的，但是又是真的，我得仔细看看你从哪里搞到的。是我爷爷留给我的。这个要是拿去拍卖，估计差不多能拍到4000块一枚。可是拍卖嘛，一是耗时长，二就是万一卖不出去，你给拍卖行的佣金还得照付，风险蛮大的。我急用钱，那你这里收吗？如果你要直接出手，那就2000一枚怎样？我一共有7枚，2500一枚行吗？那行，就2500一枚。老板付钱很爽快，半分钟后花卷就到账了17500元。随后花卷又掏出昨晚女孩子留下的碎银。老板，你看看这值多少钱？哎呀，这个是碎银，看起来是古代的制作工艺，含银量也不高，不值什么钱。说完他称了一下，23克左右，你要是卖就给你300块。谢谢，碎银就不卖了，留着做个纪念也不错。那行，你如果还有别的要卖，可以来找我，给你算高价。离开古玩店，花卷买了杯芋泥奶茶，坐在椅子上盘算起来。既然小店晚上可以通到古代，那可以准备多一些吃的东西，有科技的加持，现代的食物还不把古人迷得不要不要的。爷爷留下的小吃店真是宝藏，争取做大做强，走向致富道路。随即花卷去购置了不少东西，刚到店就见2个人走了进来。哎呦，你总算回来了，老陈，快来，这就是我说的那家店。你昨天卖我的萝卜香的哟，我拿来煮汤，比老刘家的白萝卜香10000倍。我今天来看看你这还有没有，我要再买一点。大妈，白萝卜没有了，昨天最后剩下的2根都被你买走了。这也太可惜了。哦，这是野生板栗吧？我好多年没见到了。陈大妈，你真厉害，这就是野生的山板栗，我准备用它来做板栗鸡。这野板栗多少年没吃着喽。老李，买不到萝卜就买这个板栗也行，回头我们也买只鸡来烧。2人一拍即合，还剩下7斤板栗。陈大妈和李大妈一人拿了3斤，另一人拿了4斤。花卷按20块钱1斤的价格赚到了140块钱。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天刚一黑，花卷敏锐地察觉到门外的人声突然消失，他知道小吃店穿越了。花卷等到很晚，也没等来大叔。或许大叔今天不用去城里卖菜。这时门被推开，一个猎户打扮的壮年走了进来。咦，这家店开门了。你好，请问你要吃点东西吗？今天店里有丸子，还有板栗烧鸡，烧鸡加米饭30文一份，丸子素的1文1串，荤的2文钱一串。哦，好，给我来1份烧鸡，再来2串素丸子，有酒吗？抱歉，小店刚开业，还没有酒呢。花卷从砂锅里盛起一碟烧鸡，又装了一大碗米饭，端给吴清。哦，这难道是大米饭？粮店里也有卖这种精米的，可那哪是我们穷人买得起的？米饭可以加哦，只需要2文钱1碗。吴清瞬间就吃完了3碗米饭，太好吃了，店家你的菜太好吃了。吴清看着皮肤白皙、着装怪异的花卷，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一定是闯入了仙家地界，遇到了仙女下凡，这也不是凡间食物，才会如此好吃。随后他掏出38文钱，虔诚的双手把钱递给花卷，请仙女姐姐笑纳。花卷嘴巴张成 O 型，忍不住笑了。你说什么呢？我不是仙女，我是人。我懂的，我懂的，我会为仙女保密的。第二天，花卷找到了一家看着比较气派的古玩店。这家老板比县里的实在一些，他出价3000元一枚，收下了这38枚铜钱。这次入账114000元，上次买了关东煮鸡和冷柜之类的，花费1500，所以现在花卷还有124000左右。花卷看着银行卡的余额，笑得合不拢嘴。从小到大，他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随后，花卷又买了一些物资，回到小吃店，分别将食物分好类，就决定今天晚上准备做酸菜鱼。转眼就到了晚上，就在这时，苏婉走进小店。自从上次祈福回来，路过这个小吃店，吃了店家的面条以后，我便想着带一些回去给爹爹娘亲尝一尝。只可惜昨日白天找店门怎么也敲不开。店家姐姐，我还要1碗上次的面条，另装2份，我要带回家吃。花卷从厨房里探出头，原来是那天晚上的富家小姐呀，又有一个回头客啦。
她本是古代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明明每天都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她依旧每天愁眉不展，只因她偶然吃过一次现代充满科技与狠活的食物，那个味道在她脑海中旋转。于是这天晚上，悄悄带着仆人来到了这个饭店。店家姐姐，我还要1碗上次的面条，另装2份，我要带回家吃。今天店里没有面条，要不要尝尝酸菜鱼？特别好吃。酸菜鱼，我可从未听说过还有这种菜式。哇，这可是你说的酸菜鱼的香味。正是，刚刚出炉，要不要来一份尝尝？你们3个人正好吃一锅。不可，我等仆从怎能和小姐共用一锅？我等随意吃点馒头咸菜就可。这一锅挺大的，你们小姐一个人也吃不完，我给你们另外拿碗装2份。随从还想说什么，苏婉抬手拦住。罢了，就依你说的，速上菜来。另外还有什么别的新鲜玩意也一起上吧。酸菜鱼端上桌后，苏婉拿起筷子夹起一片鱼片，鱼片切的倒是有些厚了，薄如蝉翼才是上等。花卷尴尬一笑，我倒是想切薄一点，可是没有那个功夫。随后苏婉优雅的将鱼片轻轻放进嘴里，刚嚼一下，又咳嗽起来。好辣！糟了，做酸菜鱼的时候放了大量花椒和干辣椒，忘记问他们能不能吃辣椒了。抱歉啊，我忘记提醒你们这个是辣的了。我再给你们换一个菜吧。不用，这个菜味道也太足了，比家里清淡的菜式好吃太多了。在苏婉吃饭之际，花卷去厨房里拿了几杯奶茶出来，来尝尝这个奶茶。这是何物？既有奶香，又有一股甜甜的焦香，好喝。果然，女孩子都逃不过奶茶的诱惑呀。这叫奶茶，是牛奶和茶的混合物，还加了少许糖，是不是特别好喝，特别解辣？好喝，现在一点都不辣了。这茶似药非药，还带有甜味，真不错。可能真是药，我喝完以后浑身舒畅。店家姐姐，我姓苏，单名一个婉字，请问怎么称呼你？我叫花卷，吃的那个花卷。花卷姐姐，你做的菜可真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以后一定会常来的。好呀，随时欢迎，我这小店里每天食物都不一样哦。谢谢花卷姐姐。苏婉扶了扶身，又看向随从，随从了然，从怀里掏出一整个银锭放在桌子上，还请姐姐笑纳，天色已晚，我们必须离去了。花卷笑开了花，这可是银锭呀，和之前的碎银不一样，这可是完整的元宝型。转眼就到了11点，花卷见没人上门了，就在卧室刷起了短视频。店家可还有吃的？来人是2个年轻男人，都身着甲胄，应该是行军的士兵。在这偏僻山脚，怎么有个姑娘独自看店？咦，你穿的是什么？莫穿，不得无礼。姑娘莫害怕，我们乃是御林军，此番是要回京述职。行军至此见天色已晚，城里已宵禁，只好在城外扎营。正巧看见店里亮着灯，因此前来看看可否买一些吃食。你们来的正好，还有一点吃的。店家，你这小店怎和其他店不一样呢？那是因为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我家乡生活习性和这里完全不一样，自然小店也就不一样了。你们尝尝，吃的东西也很不一样哦。果然很香，很不同。江时月看着菜，在这怪异的店里，还有个衣着怪异的老板娘，端来一份没吃过的食物，他是真不敢动筷子。花卷见状，夹了一片鱼吃了下去。没毒的，放心吃。抱歉，出门在外还是得小心一些。没事，我能理解。很快，他们桌上的菜就见底了。店家，这鱼可有名字？酸辣咸鲜，我可从未吃过这样的菜式。这叫酸菜鱼，是以酸菜加鱼片配合青花椒的香味炖出来的，当然好吃了。那这酸菜，我看像是农家腌制的那种。差不多吧。店里可还有其他食物？我想带一些回去。同僚也有好久未吃过热菜了。还有些包子馒头，但是都不多了。你们有多少人？30余人。我厨房里面包子馒头加起来差不多30来个。我们全要了，劳烦姑娘。这时猎户吴清走了进来，仙人信徒吴清，发现店里还有其他人，他猛然停下，磕磕绊绊地说：店家，我来进贡，不是我。你不是昨天来吃饭的那个猎户吗？今天你来晚了，吃的都卖完了。不，我不是来吃饭的，我今天猎到一只山鸡，给您送来。说着就把山鸡举向花卷。这只山鸡毛色五彩斑斓，比普通的鸡要大上许多。这在现代可是2级保护动物啊。不用了，你留着吧。您是不喜欢山鸡吗？您喜欢什么？我明日去猎一些其他的。不用啦，我收铜板就够了。你还没吃饭吧？还有些丸子要吗？好，那我就不客气了。随即花卷拿了几个丸子，又在汤里下了一包方便面。盛来时，吴清早已经坐下了。就在吴清大快朵颐时，莫川闻声凑过去闻了闻，哇，这个丸子还有多少？我们也全要了。随后花卷拿了一个盒子，全给他们装了起来。正在花卷算账时，江时月大手一挥，留下一块银锭子。姑娘，你店里的东西甚是美味，不用找了。
最后今日收入银锭子2块和吴清付的15文钱。第二天，花卷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晚赚的变成现代的钱。于是他来到了上一次古玩店。是你啊，小妹妹，是又有什么好东西了？花卷把银锭递给老板，老板顿时瞪大双眼。没有什么氧化痕迹，底下的蜂窝倒是对得上。你是熟客了，我也不跟你来虚的。8万1块，这个老板还算真诚。花卷欣然同意，他拿出2块银锭和15个铜板，就这一会20万5千元到账，加上存款，现在花卷卡里一共有差不多33万了。我只是回家继承了一个小饭店，没想到开业第3天我就用几百元的成本赚到了33个 W， 只因我的饭店可以来回穿越古代。为了尽早挣到一个小目标，我白天就在厨房努力的准备食材，殊不知我的小店已经在古代炸开了锅。你说的可是真的？赵洛听到这话，他眼里多了几分怀疑。真的，就在城外巫山脚下，我去落霞寺祈福的时候看到的。店里卖的糕点又软又香，比京城飘香阁的还好吃。还有一种茶叫奶茶，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口齿生香呢。等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尝尝看吧。你可真是夸大了，京城里什么好吃的没有？你说那个店里的东西比京城的还好吃，这不是纯骗人吗？唉，我真没夸大，你去吃了就知道了。反正今晚不宵禁，去看看也不亏啊。赵洛本不想去，可其他几个小姐妹听见苏婉的话，纷纷表示可以结伴去看看。另一边，花卷也在积极的准备吃食。这时，苏婉就带着她的小姐妹来到了店里。花卷姐姐，我带我的好姐妹们来了，我要奶茶，还有几块那种圆圆的糕点。好的，你们先找地方坐下吧。哼，我只是陪你来的，不用点我的份。花卷姐姐，别理她，就按我说的上菜。随后，花卷来到厨房，拿了4杯奶茶和4个瑞士卷，一端上桌，苏婉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其他3个女孩看到这一幕，也疑惑起来了，真有这么好吃？在好奇心的驱使下，3个女孩也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几个女孩就将桌子上的食物一扫而空。花卷从厨房伸出头，看见桌子上的食物都吃完了，她走过来问：“瑞士卷好吃吗？”“好吃，我最喜欢今天的新口味，外面还有一层褐色的脆脆的皮，没想到苦与甜竟能如此相融。”“那个是巧克力味的呢。”“花卷姐姐，我要带一些瑞士卷回去给我爹娘，就要那2个新口味。”“我也要。”“我也要。”赵洛也顾不得矜持，急声说：“我也要一份带走。”苏婉歪头看向赵洛：“我就说好吃吧。”“是挺好吃的。”很快，几人就将所有的瑞士卷都买完了。就在几个女孩走后，饭店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花卷就将小龙虾和锅包肉推荐给了他们。客人吃完都意犹未尽，一边走还一边说：“这个店里的东西真好吃，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很快，店里面就没什么存货了。花卷也准备歇业了。今天真是累死我了。不过今天挣了3块银锭子，外加35个铜板，比前几天都要多。这时，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店家，我要一份酸菜鱼。花卷这才认出换上了常服的墨川。今天没有酸菜鱼，其他东西都卖完了，你明天再来吧。墨川不死心，伸长脖子往锅里看去。这个锅里不是还有东西吗？我就吃这些。不行，剩下的小龙虾是我自己吃的。没关系，没关系，给我留点汤汁，我沾馒头吃也行。真没有了，明天你早点来，我给你留好吃的。说完，花卷不再搭理他，转身去收拾厨房。墨川见状，急忙跑到花卷前面：“店家，我帮你洗碗。”“不用，我可以自己洗。对了，你不是跟着队伍回京吗？怎么还在这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上头让我休息一段时间，正好我家就在前面的城里，离这里很近。”说完，墨川又看了看装小龙虾的锅：“我可以做你的店小二啊，跑堂洗碗我都行，而且我不要工钱，你就把剩的那点菜给我就行。”“我店里不招人。”“开玩笑，小吃店的秘密可不能暴露。”花卷转头看见墨川看着小龙虾直流口水。“好吧，你先等等，我帮你热一下。”花卷来到厨房，煮了一包方便面，然后再将面放进小龙虾的锅里。“我给你加了点面，你搅拌下吃吧。”墨川吃了一口面条，眼睛就亮了。“好吃。”“你是满足了，而我今晚又没夜宵吃了。”“店家，你真的是仙人吗？这里面都是我没见过的东西。”“怎么不说我是妖怪？”“不可能，谁不知道妖怪从来都是茹毛饮血，他们可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知道就行，这是秘密，不要说出去。”“难怪你做的东西那么好吃，原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啊。”“好了，我要关店了，今天晚上累死了，你也赶紧回家吧。”
第二天，花卷看着桌子上的银子和铜钱，担心频繁卖银锭子太扎眼。他看了看银行卡里的钱，还够用，于是决定先把银锭子放好，暂时不卖。随后，他在网上订了一台洗碗机，带上了手机，来到了一个烤鸭店，买了30只烤鸭。正在忙碌的花卷不知道自己的小吃店的美食在另一个世界已经开始出名了。万书君吃过花卷的瑞士卷后，急忙来到他舅舅的酒楼。你说那糕点口感轻盈柔软，奶香十足，叫瑞士卷。我经营万福楼已有30余年，尝过的糕点无数，不可能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真的，就在城外山脚下的一家小吃店。哼，还开在城外，那更加不可能了。要是有人做出这种点心，怎会在那偏僻处开店？这生意是不想做了。舅舅，我何曾骗过你？若是叫别家抢先做出了类似的糕点，岂不吃了大亏？那你可有带回一些让我看看？在回来的路上被我吃完了，但是那家店晚上开门，你若不信，可今晚派人去带一份回来，只是要趁早，不然卖完了。张三、李四，今晚你们就去那小吃店一探究竟。李大学生带着饭店来回穿越古代，没想到现代食品让古代人欲罢不能。然而这一现象却让城里酒楼的老板感受到了危机，随即他就派了2个人去打探情况。当2人来到饭店时，就看到食客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啥破店啊，这么偏僻还不开门，这么冷的天就让人站在门口。万福楼都没这么大谱。这些人该不是店家请的托吧？不是托也是傻子啊！晚上了，等一个破店开门。喂，你们2个骂谁傻子呢？不吃就滚！哟呵，就不滚怎么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店到底有什么蹊跷。要是不好吃啊，我就把东西全砸你们脸上。这话一出，队伍里的人齐刷刷地看向了他们。站在门口的墨川撸起袖子就要动手。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不是昨天的小龙虾味，小吃店上新菜了。哦，怎么还不开门呀？好想吃！真的好香，我也想吃了。哼，没出息！别忘记我们是来干什么的。花卷把店门打开时，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这么多人嘛，各位不好意思，店内空间小，请按顺序进来，坐不下的可以打包带走，不一定要在店里吃的。老板，今天是什么菜呀？今天的新菜是烤鸭，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怎么不是小龙虾啊？我家店每天菜式不固定，想要吃烤鸭的可以进店了。今天只有30份烤鸭和一些糕点。店家，你家店开门都太晚了，我们每次来都要等很久。那下次你们要来吃饭，就用此物传讯我。店家，用此物传讯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随后众人立即涌入饭店。不好意思，没有座位了，只能委屈你在柜台这边吃了。不要紧，不要紧，只要给我吃的，我在哪里吃都行。张三和李四原本打算吃完烤鸭，再偷偷把糕点装包里面，然后假装不干净，掀了小吃店的桌子。结果2人咔咔就是一顿炫，完全把老板交代的任务忘记了。直到桌子上的东西一点也不剩，他们舔了舔手指，意犹未尽的离开了。很快，30份烤鸭和糕点就卖完，客人散去，小店又恢复了宁静。花卷拿出脱骨鸡爪和2瓶冰镇可乐，邀请墨川来吃。墨川拿起可乐，直接倒入嘴里。这是何物？看这颜色像药。这叫快乐水，喝了人会浑身舒畅。果然是仙界才有的神奇东西。随后，墨川又拿着柠檬鸡爪酷酷一顿炫。吃完这些东西，他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样都要赖在小吃店里。花老板，你的手艺这么好，怎么能让你做那些脏活累活？反正我晚上也空闲，以后店里的碗我包了。那我要付给你多少工钱？不要工钱，反正只用干晚上1-2个时辰，我只要能在店里吃饭就行，也不用特意准备我的吃食，店里有啥我吃啥，你看怎么样？那好吧，你以后有空就过来，开门你就进来，关门你就回去，我管你吃，你就帮我做一些杂事。最后清点，今天烤鸭收入3600文，糕点收入1280文。花卷每天最高兴的就是点钱，但是点着点着，他又开始发愁。这么多铜板，全部卖掉恐怕会被抓起来吧？可是不卖又怎么变现呢？另一边，张三李四回到万福楼，都没想起自己还有任务在身。带回的糕点拿出来看看。钱吹了没带回来。哼，我养你们有何用？老爷，那蛋糕味道是真不错，虽然我们没带回来，但是我身上还有味儿呢，你闻闻。哟呵，滚！没用的东西，还敢叫我闻你身上的味道？你也配？1个2个跟失了魂似的，那东西真有那么好吃吗？
第二天，花卷看着手机里的余额，他上午就疯狂到商场买，下午就到超市采收食物，晚上第一个客人是第一天来的那个大叔，身旁还跟一个小女孩。大叔，好久没见你了。家中老伴病了几日，这几日便出门，这不，今天刚有一点好转，我这才带着孙女进城卖菜。花卷看向小女孩，大约11、12岁的样子，穿着粗布衣裤，上上下下7、8个补丁，不过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大牛，快和店家打个招呼。店家好，你叫我花卷姐姐就好了。小妹妹，你今年多大了呀？已经15岁了。已经15岁了，看不出来啊，可能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个子比现在的同龄人矮上许多。随后，老人拿出了2个袋子，准备递给花卷。这是山里的野菌子，这一袋是家里种的萝卜，请收下。要不我帮你把它们卖了吧？上次的萝卜和板栗都卖完了，很受欢迎呢。我送你了，店家怎么处置都行。我今日来还有个不情之请。大叔，你请直说。老妇病了几日，现虽已大好，却全无胃口，什么也吃不进。如果还有上次那样的面条，可否再卖我1碗？那样的好滋味，想来他肯定能吃下。当然可以啊，只是方便面没有什么营养，我再煮1份粥你带回去吧，更适合病人。随即花卷到厨房做了1碗虾仁瘦肉粥，又拿了一些鸡腿和牛奶让老人带回去。这时老人掏出1串铜板，准备递给花卷。大叔，你已经给我这些野菌子和萝卜了，足够了，不用再给钱了。你这样对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没事的大叔，这些吃的不怎么值钱的，你以后有困难尽管来找我。店家，您等我片刻，我一会就回来。大牛就先在你这。我将现代饭店开到了古代，拿出了现代食物，纷纷让古人给出了好评，更是有老人为了给生病的老帮主一口吃的。半夜领着孙女前来，我见他们可怜，便送了一些食物给他们。结果老人立马回家拿了一个瓷器来送给我。大叔，这可使不得。你收着吧，这是前朝的时候，有一大官逃命到我们村，在我们家住了几天，走的时候便留下这个碗，我看它好看，就一直留着。这时墨川也走了进来，看了这个碗一眼。这个碗是官窑的，也就是看着好看，但是是前朝的，又不能卖，不值钱了。大叔，我很喜欢，谢谢。你喜欢这种东西啊？外面多的是卖的，什么花样的都有。我还在愁铜钱太多不安全，要是拿银子去买各种杯碗花瓶，那出手不是更方便了吗？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送走了老人和大妞，花卷把所有的银锭和铜板都交给墨川。你帮我拿这些去买杯子、花瓶之类，挑漂亮的买。如果能买到官窑的更好，明天晚上过来给你吃好吃的。交给我吧。第二天一早，花卷带着老人给的碗，直接就去了上次那个古玩店。姑娘，好久不见，这是又有什么好东西？我有一个碗，想让您帮我看看。请跟我来。然后引着花卷上了2楼。老板，麻烦您帮我看看。好东西啊！这个朝代太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导致流传下来的好东西很少，特别还是易碎瓷器。你手里这个瓷碗保存完好，而且还是官窑，很开门，这也是你爷爷留下来的。是的，您看看值多少钱？姑娘，你也是我们店常客了。老实跟你说，之前你卖给我的银锭和铜板，我都出手了，也赚了一些，所以这个瓷碗我也不玩虚的，跟你直说，碗肯定是好东西，花纹清晰，也绝对是真货，我愿意出120万收了。闻言，花卷愣了一下。姑娘，你放心吧，你都是我这儿的大客户了，我不会坑你的，我还指望以后我们继续合作嘞。那好吧，就这个价吧。大叔为我赚得了第1桶金，又给了我这么大一笔财富，以后一定要多弄一些好吃的给大叔和他家人。晚上回到饭店，花卷煮起了鸳鸯火锅。这时墨川人没到，声音就到了。好香好香，今天喝汤吗？墨川大步走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花卷定睛一看，是好久不见的江时月。你煮的这个汤，泡饭定是美味。花卷姑娘，好久不见。是呀，好久没见了。你这是从京城回来吗？是的，暂时休息几日，便要再次启程了。这时墨川拿着大勺舀着汤，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别动那锅汤，不是吃它。煮的汤不喝，那拿来干嘛？等会儿再跟你解释。对了，我让你办的事呢？你要的东西不难买，只是如果要官窑，得有点门道。正巧10月来了，我便求了他，这个便是了。听墨川说你喜欢前朝官窑制品，家父正好认识这城里一个当铺老板，我找了他才得了这一花瓶。他还帮你贴了5两银子呢。太谢谢你了，我现在手上没有多余的银子，先欠你，过几日一定还。不要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来的正好，晚饭都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开吃了。3人刚坐下，墨川就发出了疑问：这清汤可以泡饭，那这红色的如何吃？
那些是汤点，不是拿来泡饭的。我们吃桌子上的菜。两人又看向整整齐齐的各种肉和蔬菜，可这些都是生的。随即花卷就从锅里抓起2片牛肉，分别放入他们碗中。来，你们尝一尝。好吃好吃，就是有些烫。没想到牛肉被这汤烫熟后，搭配这蘸料竟如此好吃。我没说错吧？花卷这好吃的多到连吃1个月都不会重样。花卷姑娘这食物可有名字？我们管这叫火锅。我听闻塞外部族也有类似的吃法，将生牛羊肉切好扔入沸水中，稍稍烫一下便蘸盐巴吃。可是这火锅又复杂许多，味道也更好。对，这是改良版。这种改良版除了汤加了一些调料，还有一种有趣的地方，就是自己调蘸料。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蘸料。自己调，这真是有趣。花卷姑娘调的这碗就甚合我口味，可否请姑娘告知在下如何调？我的话一般都是只加香油、盐、香菜、葱花，反正吃火锅蘸料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吃着符合自己口味就行了。正在3人吃着火锅唱着歌时，苏婉脚步轻快地走进来。花卷姐姐，好香啊！苏婉妹妹，你来的正好，要不要一起吃火锅？苏婉看了下火锅，又看了看2个大男人，从小的教育让她做不到和陌生男人坐一桌吃饭，虽然闻着很香，她也只好婉拒。不用了，我已经吃过晚饭了。花卷姐姐，我这次来是有事想要拜托你。你请说。过几日便是中秋节，按照惯例，族里长辈晚辈都要到府中吃团圆饭，不知你能不能为我们的团圆饭准备些点心？那不知道你的家宴有多少人？各房加起来约有40-50人。可是我不知道那些糕点是不是符合所有人的口味呀？这样吧，我明晚早些来，你准备多一些点心，我试试菜再决定。这个主意好，我可以带一些瑞士卷回去给我爹爹尝尝吗？如果他吃了，我就有把握了。这当然没问题了。古代千金小姐家开宴会，她却来买现代糕点来当宴会上的点心，这让她爹担心不已，害怕宴会搞砸丢了面子。随即他就来到饭店，拿了2人份的瑞士卷和奶茶，转身跑回了家。哼，好什么？冒冒失失，成何体统？爹娘，你看我给你们带回什么好东西了？你老爹走南闯北几10年，什么好东西我没见过。这叫奶茶，你们快尝尝，还是热的呢。哦，这茶加了牛乳，还加了糖，味道不错，甜甜的，还有茶香。怎样，好喝吗？不错，这就是你吵着要去的那个城外的小吃店里的吃食。对呀，那店里还有不少好吃的呢。对了，这里还有2块糕点。宫里的娘娘怕是也吃不到这么好的糕点吧？夸张，有那么好吃吗？哦，这是如何做出来的？口感竟如此奇特。父亲，你说后日的赏月家宴，要是给客人上这些点心，岂不是特有面子？那我明日去和你张姨娘交代一下，让你去准备点心，但是你务必不能出差错。放心吧，爹爹，这点事还难不倒我。另一边，花卷带着墨川淘来的花瓶，直接来到古董店2楼。老板将花瓶拿在手里时，眼睛都直了。没过一会儿，又叹了一口气：“老板，是花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是好东西，只是我这边收不了，价格太高了。那大概值多少钱？我觉得至少值1000多万。那你帮我拿去拍，我们写一个协议，28分成，但是前期的费用你得先垫资，等东西卖出去了，你就联系我。你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苹果，15 Pro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从古董店出来后，花卷包了一个车，来到商超，疯狂将糕点、奶茶和各种食品装入车内。入夜，花卷把买回来的各类食物放在桌上。不一会儿，墨川、江时月、苏婉3人就来到了店里。苏婉刚进来，他就兴奋地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东西。花卷姐姐，你这比万福楼的好上100倍。接下来是试菜了，还要劳烦姐姐给我准备一杯清水，用以漱口。花卷为她倒了一杯矿泉水，苏婉就拿着小勺，一样一样是过去，吃一小口漱一次口。吃完菜的苏婉当即就下了一个大订单。花卷姐姐，这些东西100两银子够吗？我府中历年都是按100两算，若是不够，我这里还有些私房钱。够了够了，完全足够了。上次的花瓶买来也才几10两，可卖掉就是天价了。那好，我们就定100两了。那可以先付我5两定金吗？当然可以。待苏婉走后，花卷将5两银锭还给江时月。我已吃了你的食物了，这个钱就当餐费。
我们那边的价格和你们这有些不一样，你昨天帮我买的花瓶就值非常多钱了，所以这5两你还是收下吧。江时月见拗不过，就收下了银锭。下次若还要买花瓶之类的，尽管告诉我，只是过几日我要护送救灾物资，只能等我回来再为你寻一些好物了。现在我手里没什么银子，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墨川，你一会可以去山脚那边的农户家找到大妞嘛，我想让她明天来帮帮我。我见过大牛的样子，找到她不难，我明天就把她带来。第二天，苏婉的张姨娘就来找万福楼的远方表哥张掌柜，准备给苏婉使绊子。你说什么？明天糕点不卖给苏府，那怎么行？本来是在你这定的，都说好了，可那苏婉硬是把这活讨了去。那便让苏家大小姐来我这定，也是一样的。哼，那不行，不能让那丫头出了风头。那你说怎么办吧？你先把糕点按往常份例预备在这，苏婉来，你就说已和苏妍定好，要苏妍本人来取方可。反正除了你们万福楼，其他店也做不了这么大的单子。张掌柜一想，毕竟是自家亲戚，便同意了。可没想，等到晚上也没见着苏婉，看着柜台里这么多的糕点，他只好亲自到苏府找张姨娘。没事，你先回去等着，晚一点肯定会找你救场。另一边，花卷将订单上的所有食物买齐后，就找来墨川几人帮忙。花卷几人分类打包食品，大妞则在一旁协助。大妞，你休息一下吧。姐姐，我不累，我喜欢做事。过几日我也要南下去灾区，我看大牛挺好，就让他在店里帮你吧。仙女姐姐，你收下我吧，我可以帮你做事情，我不会的，我也可以学。但是你这么小，怎么能出来干活了呢？仙女姐姐，你就收下我吧。今年收成不好，奶奶又病了，爷爷为了给奶奶看病，还去借了银子，现在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大妞，这个钱你拿去给你爷爷，把银子还了，剩下的给你奶奶治病，不够再找我要。谢谢仙女姐姐，以后你就来我店里帮忙，包一餐，然后月钱1两。姐姐，我不要月钱，您给的已经很多了。你不要可不行，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就在两人交谈时，苏府那边来人了。花卷姑娘，我家小姐让我们来取糕点。明明是古代人的宴会，桌上却摆满了现代的食物。只因在这座城外有一个来回穿越的现代小吃店，一些宾客看着桌上的食物，内心充满了疑惑，但还是有人一眼就认出的这些食物。这是花卷小吃店的糕点。花卷小吃店，这是什么地方？未曾听说过啊！你有所不知，这小吃店开在城外，且只有晚上开门。哼，城外的店哪里比得上城里的？这可不一定。前几日晚上，我和朋友去吃了小龙虾，那简直是美味，现在想来还口水横流呢。真的假的？真的，我去的那天没有小龙虾了，上的是烤鸭，1鸭3吃，也是好吃极了。我还在店里看见万福楼的张三和李四呢。就连万福楼的伙计都去吃了，他们可是日日吃好吃的。岂止吃了，还吃得满嘴流油，吃完后还舔了一天手指了。一旁的张姨娘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她就来到苏老爷旁边吹耳边风。老爷，这城外小吃店的东西终归是档次太低，再说要是吃坏客人的肚子。谁知苏老爷一心吃着瑞士卷，根本就没听他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欢声笑语的家宴也随之结束。另一边的张掌柜看着桌上的点心，心急如焚，于是他就来到苏府询问情况。表妹，这都打烊了，糕点你看什么时候给你送过来？别送了，今天是用不上你们万福楼的糕点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这还给你预留着，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我有什么办法？人家翅膀硬了，用了那城外不知名的什么小吃店里的点心。哼，我不管是哪的点心，你叫我预留了的就得付钱。凭什么我付钱？怪只怪你们万福楼还比不过一个荒野小破店。然后他也不管张掌柜，扭头回苏府去了。第二天早上，花卷就接到了古董店老板的电话。小姑娘花瓶卖出去了，卖了一个天价。卖了多少钱？卖了1900多万，扣除我的分成和拍卖行的一些费用，还有1500万是你的，我马上给你转过来。小吃店这才开张几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我一定要好好经营下去，多挣几个小目标。随后花卷直接到 4S 店提了一辆保时捷的 SUV， 这样以后买东西就不需要再包车了。另一边，陆明哲和刘鹏约从万福楼出来，手里拿着几块糕点。今天这龙须卷怎么回事？一点都不酥，感觉像隔夜了。不可能吧？满月节刚过，哪有剩的糕点卖啊？此时有人经过，他们交谈的声音传到陆明哲耳朵里。
你听说了吗？苏府年年满月节都用这只万福楼的糕点，可今年用了别家的，据说好吃的不得了。听说了，是城外的花卷小吃店，他们店还有一道菜叫小龙虾，举国上下都找不到一样的。听吃过的人回来说，那香味可以留存3日不散，有机会定要去试试。我想去城外看看。我听赵家那小子说，那家店的小龙虾美味鲜香，回味无穷，只是要在晚上才开门。那我们今晚去吃小龙虾，若是好吃，我要给哥哥带一份。晚上花卷把食物准备好后，就准备开始营业了。谁知花卷打开店门时，着实被吓了一跳，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是怎么了？昨天城里到处都在传小吃店的东西好吃，这不，大家都早早来等开门呢。大妞被挤在人群的中间，她奋力地往前挤，一边挤还一边喊着：“花卷姐姐，我在这。”挤什么挤？排队去！我是小吃店的伙计，我不用排队。麻烦大家让一下，他是我店里的人。店家既已开门，快放我们进去吧。小店只有4张桌子，每张桌子可供4个人用，可以拼桌。现在按排队的顺序依次进，不要解，反违反纪律者一律不可再进店。第一批客人进去后，陆明哲和刘鹏在队伍里随着人群缓慢往前移动。你闻着味了吗？难道就是那小龙虾的味道？真香啊！你们是第1次来？是啊。我可是第3次来了。你们第1次来，建议你们什么都尝尝，都好吃的。没过一会儿，两人就进店坐下了。陆明哲看看旁边桌上摆的没见过的吃食，客人们表情夸张，仿佛在享受什么饕餮盛宴。你说兄长会喜欢这味道吗？这就不好说了。很快2份套餐上来，刘鹏看了看，小龙虾呢？我们是冲着小龙虾来的，怎么不见小龙虾？今日不提供小龙虾，店里不能点菜，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就算了，尝尝其他的也可以。都说小龙虾堪比山珍海味，还想买一份给你哥哥尝呢，这算什么事啊？随即2人大口吃了起来。哦，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说兄长会不会能吃得下这些？试试看吧。2人吃完后付了钱，陆明哲喊了一声：“店家，麻烦给我一份套餐带走。”抱歉，店里限购，1人1份，不能打包。我哥哥来不了，麻烦你通融一下。花卷看见这边的动静，走出来问：“怎么了？”他说他兄长来不了，想打包1份回去。外面客人离得近的不乐意了，店家这可不能开先例呀！要是谁都来打包，我们排队的怎么办？是呀，是呀。你哥哥为什么不能来呀？他已有许久吃不下东西了。怎么回事？不知为何，自去年从战场上回来就吃不进东西，只能日日靠中药吊着，如今面黄肌瘦，形如枯槁，近来连下床都难了。你兄长可是陆将军？正是。听闻陆将军以1人之躯抵敌方100人，力挽狂澜，只可惜回来后便吃不下东西了。兄长已试过许多食物，甚至宫里御厨都束手无策，每闻到味道便作呕。今日尝了小吃店的食物，颇为特别，因此我想让兄长也试试，只可惜他来不了。那好吧，我再做1份给你带走。他本是征战沙场的大将军，却因伤病导致吃不下任何食物，每天只能靠名贵药材续命。直到这天，他弟弟给他带回来了充满科技与狠活的现代食物，那诱人的香味瞬间激起了他的食欲。哥哥吃东西了，哥哥吃东西了！这个声音瞬间就震惊了整个将军府，一瞬间的功夫，所有人都来到了房间。明理啊，你吃一口，吃一口给祖母看。好，祖母，我吃便是。陆明礼夹起一个灌汤包，直接就咬了一口。太好了，太好了！菩萨保佑我们陆家，明理竟然能吃得下东西了。老夫人柳大夫来了。柳大夫来了，快给明理看看。能吃下东西是好事，这病痊愈指日可待。只是陆将军久久不吃东西，这下吃了许多，怕会消化不好。我先开一些促进消化和养胃的药，连喝几天。吃时也需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祖母连连称是，又对着陆明礼的丫鬟细细交代一番。这叫什么包子？竟有汤汁在里面，鲜甜无比。我今日点的套餐里没有这包子呀，兴许是店家专门为你做的，真有那么好吃吗？我尝尝。说罢，便想从陆明礼手中拿过筷子。就剩这最后一个，还是我吃掉吧。不行啊，哥哥，我是为你好。柳大夫说了，你不可吃太多。不差这一个了。陆明哲更快一步，用手抓起灌汤包就往嘴里塞，咕哝着：“我明日再替你买一份。”陆明礼气了，可他久病，抢不过弟弟，更打不过，拿手指着他，玩笑道：“你反了天了！”陆家祖母和旁人看着，都笑作一团。祖母抹了抹眼泪，感叹道：“府里许久没有听见笑声了。”祖母别难过，以后我带你去那小吃店，将店里东西通通尝过一遍，保证你都忙着吃，再也哭不出来。你这混小子，平日里没个正形，这次倒办了件天大的好事。这食物味道很是特别，
可是找了新厨师，还是城里开的新馆子。是城外开了一家店，叫花卷小吃店。那快派人去，多买些回来。祖母别急，这会应该已经闭店了，你派人去也买不着。闭店了就麻烦他开门，我们出高价买还不行吗？不行的祖母，那家生意忒火爆，食物也不多，你没看那排队的人，纵使是限量1人只可买1份，没多久也卖完了。这次我能带回来，也多亏了哥哥的面子。做生意的人有自己的规矩，我们不好破人规矩。既是如此，明日早些去排队，多买一些回来。另一边，花卷也结束了营业。今天辛苦大家了，我们把店关了，吃点好吃的。太好了，我就等这一刻呢。今天我们吃什么？当然是吃些你们没吃过也没见过的。姐姐，我只做了不到2个时辰的活，我还不饿，随便吃一些就好。不饿也要吃，我还要你帮我呢。花卷搬出来一个电烤锅，然后在旁边摆上牛肉片和洗好的生菜。他把锅扭开，加热烤盘。这和上次吃的火锅不一样吗？不一样，这叫烤肉。将牛肉、猪肉烤熟以后，撒上辣椒粉或者蘸烤肉酱，用生菜包着吃。随后花卷浇上一点油，然后用专用的烤肉夹夹起一片五花肉平铺上去。等肉烤好后，花卷就给他们夹菜。墨川看见烤肉咔咔就是炫，另一边大妞看见花卷没吃，姐姐你先吃。没事了，大妞你吃吧，我这边很快就好。几人吃完后，墨川将大妞送回了家，花卷也回到现代，直接睡觉了。第二天，花卷起来，直接就到超市采购了大量食物。到了晚上，花卷打开门，外面依旧是长长的队伍。大妞来得早，她今天就在队伍的最前面。花卷把提前写好的菜单也贴在门口。灌汤包、虾饺、麻酱拌面和红豆小丸子，甜品供应瑞士卷。怎么今日菜单又换了？小店每日菜单都不同，今天还是限购每人1份套餐。昨夜泡面还未吃够，今日却吃不着了。您放心，今天的拌面保证也好吃，还可以自选是麻酱拌还是葱油拌，只需要在点单时告知我们店员就行。既然店家如此说，那我今日还是要1份套餐。众人进到店里，花卷就看见了陆明哲。你哥哥昨天吃东西了吗？多亏店主昨日相助，兄长吃了。明哲无以为报，若以后店主有需要，必当肝脑涂地在所不辞。那就好，只是一些吃食，你也不必放在心上。只是我兄长身体还很虚弱，所以我希望今天同样能带一些食物回去给他，希望店主行个方便。那他今天白天吃东西了吗？今日府中的食物，兄长还是一点未沾，甚至一闻就作呕。那我多给你准备一些食物，明天白天也能吃。只是我听说厌食症多半是心理原因造成的，你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自从兄长自回家后，情绪一直低昂，以前以为是重伤导致的，如今花卷姑娘这么一提醒，回去以后要多方打听，再重新和柳大夫商量商量。很快，花卷就将食物准备好了。这一盒是今晚吃的，这一盒是明早吃，这一盒是明天中午吃的，吃完后明天晚上再来。多谢店主，此次若非店主鼎力相助，兄长怕是撑不过今年冬天。没关系的，不要放在心上。随即，陆明哲就掏出了一个鼓鼓的钱袋。明哲实在无以为报，还请姑娘笑纳。那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我也不知道你哥哥口味怎样，所以各种东西都拿了一些。你回去以后仔细观察一下，如果你哥哥有什么特别的喜好，可以告诉我，我下次可以准备周全一点。好，那就谢谢花卷姑娘了。哥哥明明已经命悬一线了，弟弟不但不去找大夫，反而跑了去饭店排队买吃的。家里的祖母看见这一幕，非但没有阻止，还让弟弟跑快点。只因哥哥得了古代厌食症，只能用现代食物才能医治。今日的竟比昨日的味道更好，好吃就多吃点。祖母，你也尝尝，还有许多东西我吃不完。这饺子小巧玲珑，皮晶莹剔透，甚至能看见内馅，与寻常饺子截然不同。这叫虾饺，里面有整整1颗虾仁呢。不过我觉着可以稍蘸一些醋，味道会更好。你说的有道理，彩云，你厨房拿一点醋过来。这又是什么？这是龙江猪脚饭，说是比昨日的泡面还好吃。哦，那我尝一尝。不错，香味浓郁，口感绵稠，甚是好吃。好吃就好，好吃就好。祖母，我觉得身体状况好了许多，明日开始可以尝试到花园里走动走动。那明日便叫柳大夫来商议，只要你好好的，祖母就放心了。就在陆家人开心的交谈之际，花卷这边也结束了营业。大妞，今天木川没有来，你先回家吧，这里有我就行。没关系的，花卷姐姐，这条路我很熟，闭着眼都能找到家呢。
反正剩的东西也不多了，我帮你收拾完了再回家。大妞，你这么懂事，我可是捡到宝了。花卷姐姐是我见过最好的人，可以在小吃店里做事，我才是最幸运的。如果可以，我想一辈子都留在小吃店里。一辈子太长，你以后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啦。花卷姐姐，你以后不要我了吗？不是不要你，而是等你长大了，要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好了，赶紧回去吧，太晚了你爷爷会担心的。对了，这些大米带回去吃。那花卷姐姐再见。大妞走后，花卷清点了一下今天的收入，陆明哲给的最多，一出手就是30两银子，加上其余客人，一共赚了55两银子。第二天上午，花卷还是去采购食物，晚上开店时，大妞就来了。墨川哥哥今日来找我，让我给姐姐带个话。南方灾情严重，他和江公子已经回营了，后日便要出发去灾区。他还说这一去一回，快的话也要大半个月。店里的事要我多帮姐姐，待他回来，他要继续在店里做跑堂的。你明日若见到墨川，请他务必在晚上来一次小吃店，说我有吃食要交给他。第二天，花卷就来到超市买了一些高蛋白和高能量的食物，随后就叫超市送了几百斤大米和10几桶饮用水。晚上，小吃店营业结束，江时月和墨川准时来到了店里。我准备了这些东西，你们看看哪些能用上的，尽管拖走。江时月仔细看了看，这竟然是精米，竟是如此的白，如此的干净，这是什么？压缩饼干，睡袋可顶饿一餐。这是香肠，如今才是秋天，竟然就有香肠了。还有这个蛋白棒，撕开此物便可直接吃。如此方便，简直开了眼界。这些真是好东西，江某从未见过，请花卷姑娘说个价格，我们全要了。本来就是给你们准备的，也不值多少钱，和你买的花瓶比便宜多了。这是江时月从怀里拿出一个不包的物件。前日托佳姐买了这样东西，你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哇，好美啊！这是纯手工制作的吗？据说是翠苑楼的大师傅亲手打造，花了足足3日。谢谢你，这个在我们那也很值钱。那就好，莫川你偷回营地，把武长的那辆马车赶来。没关系，你去便是。若是被发现了，我担责。那武长还是我父亲的旧部，就算发现了，也没什么事的。墨川刚出发，花卷几人就开始将所有东西分类打包。墨川回来就直接装上了车。另一边，此刻万福楼前排起了长队。哼，你们万福楼怎么回事？卖的糕点还能吃吗？绿豆糕成粉了，枣泥酥也不酥，给我退货！就是退货，变大欺客啊！你们平时龙须酥那么难买，这次给我轻轻松松买到了，我还当是运气好，没想到你们拿变质的东西出来卖。此刻张掌柜站在门口，脸色就像吃了苦瓜一样。一切要从中秋节那天说起。苏府的张姨娘在他这预定了一批糕点，可临到头来他却不要了，最后只能砸在手里。为了不赔本，他便偷偷的将这一批混进了新鲜的那一批中，结果糕点太多，用了1周才卖完。为了不赔钱，张掌柜只能狡辩：怎么会是变质的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也不知道你们买回去多久，许是你们放家里变质了，怎么好怪我们万福楼？放屁！我昨日才买的，怎会1日就变质？就是我买回去一吃就觉得味道不对了。你当我们万福楼是什么地方？这么大的招牌，岂会做这种事？我看你们是想讹钱吧？张三李四把这些人驱散，莫要影响了我们做生意。哼！你放屁！分明就是你们卖坏了的糕点，还不承认！天网恢恢，岂容得他在这泼脏水？拉他去见官！万福楼的龙须酥吃坏了人，你们必须负责。这时万老板板着脸走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闹成这样？他们说糕点变质，要退货赔偿。哼，该退货就退，该赔偿就赔偿。你看这门口像什么了？非要把脸丢尽，然后气鼓鼓进店里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害怕担责的张掌柜在门外就已想好了说辞。都怪那花卷小吃店，不知找了多少人在外面传我们糕点不如他，还不如他们1/10好吃。这不，许多买了的人听信了传言，吵着来退货，转去买他们店里的糕点。又是那个小吃店，一开始只当是一个荒郊小破店，现在竟然把手都伸进城里来了。可不是，苏府今年就用了他家的糕点，把我们的单子都退了。若再不做些什么，以后恐难有万福楼的立足之地啊！看来不治不行了。张三李四，你们俩去把那个花卷小吃店砸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张三李四面面相觑。这几日他们天天去小吃店排队，这几日下来竟没有一天菜式重复，餐餐都好吃。这可不是砸店啊，这是砸了他们的饭碗。老板，他家东西确实好吃，不如我们和他谈谈合作。如何合作？我们将他的配方买下来，引他在外卖，我们在城里卖，互不干扰，岂不两全其美？哼，
这城里哪个食铺不看我眼色行事？他在这城跟里开一家店，竟一次也没来跟我打招呼。如今我还要去和他谈合作，让我万芙蓉的脸面往哪放？女孩带着现代小吃店穿越回古代，没想到现代食物让食客们垂涎3尺。然而这却引来附近酒楼老板的不满，随即带了2个壮汉来店里砸场子。当花卷正准备拿出2万伏的电棍招呼他们时，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喝住了他们。在人店里打杂，欺负女子，还有没有王法？哼，想装好汉也要掂量自己的分量。王法在这里我就是啊不，万老板就是王法。万老板，万芙蓉。嘿，大胆！我老板的名字其实你可以说的。王五说完便上前去，举起拳头朝那男子的脸上挥去。小心！哼！你是何人？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与我作对？本是行业竞争，你既不如人，就该请好好反省自己，而不是跑来逼迫花卷姑娘。逼迫不成，竟还砸店。哼，你管的未免也太宽了。我就管了，你想怎么着？万老板见来人不好惹，正准备离去。哼，我让你走了吗？和花卷姑娘道歉。你也不到临江城里打听打听我是谁，你今日一定要和我作对。让你道歉，说那么多废话做甚？我道歉，花卷姑娘，今天是我冲动了，抱歉，还请原谅我。砸坏了人家的东西，赔钱。万芙蓉气得胸膛急促，上下起伏，半晌才缓过来，丢了一个钱袋在桌子上。你可以走了，不要让我再看见你来找人姑娘麻烦。壮士何不留下姓名，好让我万芙蓉知道今天得罪了谁？陆明礼。原来是陆大将军，万某不知是您，多有得罪，还请。浪费我的时间，花卷姑娘，非常抱歉，让你受惊了。陆将军，今日多亏了你，不然不知道他们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你弟弟有2天没有来了，我还有些担心，怕你病情反复。没想到你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多亏了花卷姑娘的食物，我如今1日3餐都能吃下点东西，也能行动自如了。明哲有学业上的考核，最近比较忙，所以我自己来店里吃。那你弟弟这2天不来打包，你白天吃什么呢？我现在不怎么活动，白天不吃也不打紧。那怎么行？你现在是在康复期，一定要多补充点营养。说完就跑去厨房。你等等，我帮你准备些明天白天的吃食。不一会儿，花卷就将做好的食物交给了陆明礼。这是明天的食物，我要闭店了，麻烦你送这个小姑娘回家。好，多谢花卷姑娘。花卷姐姐再见。第2天，花卷开车到市里烤鸭店，直接预定了80只烤鸭。随后，他就找了一家咖啡厅，一边喝咖啡一边刷着手机。突然收到了他高中小姐妹发来的消息，是下面。花卷，好久没你消息了，你最近怎么样？马上我们高中班级要同学聚会了，定在下周的圣诞节，他们都在问你去吗？一时间，花卷就回忆起了高中被那些人嘲讽、冷眼的时光。这次同学聚会我去，你真的要去吗？你去了他们又会嘲讽你的。没关系，你帮我和班长说一声。对了，饭店定在京都的陶然居，他们还提议都穿汉服去。我知道了，谢谢你。下面晚上到了店里，花卷就让大妞去给自己挑一件汉服。什么100两买一套成衣？姐姐，我见过最好的衣服是隔壁虎妞穿的，她只花了20文钱。对，就是100两。你给我挑贵的买，不要给我省钱，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大妞看着沉甸甸的钱袋子，一阵头大。她哪里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么贵的衣服啊？这时苏婉慢慢的走了进来，大妞立马找她求助。苏小姐，花卷姐姐要我拿100两买一套成衣，你知道在哪里买吗？买到是能买到，花卷姐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为什么要花100两买一套衣服？我过段时间要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对我来说十分重要，所以我要买一件上档次的冲场面。可是因为聚会上有你心仪的男子。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聚会上有我的仇人，深仇大恨的那种，我必须要艳压全场。那便不要买成衣了。听说红袖衣料铺新进了浮光锦，我去帮姐姐定制一套衣裙，保证好看。真的吗？那姐姐就拜托你了。第2天回到现代，花卷就来到商场，疯狂购买化妆品，随后在服装区买了羽绒服和一些包包。晚上饭店营业结束后，苏婉给花卷带来做好的浮光锦衣裙，真的好美。这是浮光锦，最早乃高昌国进贡给朝廷，过了许多年才在市场流通，数量也不多，着实珍贵。我祖母听闻了花卷姑娘的事，特要我为姑娘带来一副头面，以配这浮光锦。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快拿回去。这是祖母的意思，这头面一直放在仓库里，属实浪费，不如给他找一个新主人。可是不必有顾虑，你对我们陆家，对我来说都是大恩人，我本来就发愁，不知道如何报答你。
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还请花卷姑娘成全。那就谢谢了。对了，我也给你们买了礼物。谢谢花卷姐姐，那我在这就等着花卷姐姐的好消息了。放心吧，我这次一定能打一场完美的翻身仗。平常人家的女孩穿着价值1个小目标的汉服去参加同学聚会，一到会场便惊讶了在场所有人。富家绿茶表见自己的风头被抢，便当众质疑花卷的汉服是假货，并想去拉扯花卷的衣服。花卷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这可是浮光锦，你弄坏了赔不起。浮光锦怎么可能？现在唯一一套浮光锦在首都博物院，我们在直播，你可不要乱说。我可没有乱说，这就是浮光锦。花卷，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什么物品，而是人的品格。以你的家庭怎么可能穿得起浮光锦？你还是实话实说比较好，大家都是同学，不会嘲笑你的。如果人的品格是最珍贵的话，你就没有最珍贵的东西。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2月15日起，闲鱼分手节大促，大牌包包、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15折起。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速速去捡漏吧！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花卷，你不要太离谱，你这是在网上淘的吧？你又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大蛤蟆？太久没见，送你一个比心。哼，浮光锦的织法早已经失传了，你是不可能买到的。那就是机器织的呗。就你会帮腔，你来织一个试试。你既然说是真品，那你不如向直播间观众们展示一下细节，我想肯定有观众是懂不了的。如果是真的，他们或许能帮你辩解一下。来就来，我还怕你。于是花卷大大方方走到镜头前，先是转了一下身，然后把袖子拉近给观众看。一瞬间，直播间的热度剧烈飙升。此时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颤抖着双手，把手机举在眼睛前。是浮光锦，这是浮光锦。不对呀，现在哪有保存这么完好的？难道是仿品？不过仿品能做到这个程度也是难得。小汪，你快来帮我发个弹幕，问问这件浮光锦在哪里？是真的浮光锦吗？看着不像是假的，我要亲眼见到才能确定。世界上没有人比这老人更了解浮光锦了。京都博物院那件在出土时已经大面积损毁，还是他主持的修复工作。主播你好，这边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看到的话麻烦告知一下你们现在的位置可以吗？可否让我近距离观摩一下这件浮光锦？所有人都顾着聊天，没看见这条弹幕。周珊珊却看到了，她的心脏剧烈跳动。难道花卷身上的浮光锦是真的？不行，今天把我的风头都抢完了，不能再让他出风头了。随后他假装没看见小汪发的弹幕，把他屏蔽了。怎么样，小汪，问到了没有？没问到，还被拉黑了。你怎么回事？你说了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那个地方好像是汉文厅。你说在哪？陶然居的汉文厅啊，您看那花瓶，不就是陆先生前段时间拍的那只？快联系陆钊，让他留住人，我们现在就过去。街上集花卷穿着浮光锦参加同学会，周珊珊和朱云质疑花卷穿的是仿品，直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询问，他们才闭了嘴。随后又拿花卷的首饰说是花卷，你这首饰是假的。我说怎么什么在你们眼里都是假的？你们这么喜欢辨真假，回家看看你们父母是不是假的。哼，你这条项链全国限量2条，一条在我家，另外一条在陆家。这次我看你还怎么狡辩。说着，朱云就想将花卷的项链扯下来，花卷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你们真不愧是姐妹花，她刚刚被打了一耳光，你心里不平衡是吧？这时从大门进来3个人。你们在我店里干什么？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2月15日起，闲鱼分手节大促，大牌包包、数码产品等超多好礼限15折起。点左下角上闲鱼搜闲鱼分手节，速速去捡漏吧！你们有什么前任送的闲置，也可以挂闲鱼卖了赚钱。周珊珊认出了他，是陶乐居的老板陆钊。陆老板，不好意思，我的同学穿着假货来炫耀，我们正在说他了。这条项链全国限量2条，其中1条就在陆先生手里。没错，爷爷，我拍下了1条，听说另1条被周家拍下了，这便是周家大小姐。陆老，你有所不知，我这同学他向来喜欢名贵的首饰，可惜家里不富裕，所以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我和 VL 设计总监是旧识，我不忍心看到他的心血被人拿出来拙劣的模仿，这才……你放屁！真的假的我还不清楚吗？这图案就是我卖给 VL 的，谁给你们的胆子扯别人的项链？你们知不知道这条项链有多珍贵？
我知道了，我说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你原来是帮上了大款，还是这个老头？听到这花卷，陆上心头，上去又是一个大耳光。这一巴掌让你长长记性，下次再张嘴就诬陷别人，就不只是一巴掌了。陆昭听到这话也十分生气，这是谁请来的客人？赶出去！随后朱云就被2个保安抬了出去。小姑娘，我叫陆建国，是一个考古的，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老人家，我叫花卷。花小姐，请问你这头面和衣裙是买来的还是？是我的朋友送的。冒犯问一句，小姑娘可考虑出售？我愿意出高价买来收藏。我不考虑卖掉呢，不好意思。那这浮光锦可以租给我爷爷几天吗？他对这痴迷的很，我出高价。抱歉，陆先生，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闻言，陆老爷子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我家中有一幅祖传的画卷，画上是一个粉衣宫装女子，她脖子上的项链跟你这条项链一模一样，可惜画被毁过，头和脸都看不清了。请问你们是姓马陆的陆，还是陆地的陆？陆地的陆。花卷小姐怎么这么问？难道他们是陆明礼或者陆明哲的后人？这时花卷不敢再说话了，怕最后不好圆谎，随即找了个理由逃离了现场。接上集花卷拒绝陆建国要买浮光锦的要求后，转身开车回到了小吃店，准备晚上开店营业。另一边太医院内，院士卢永昌还在埋头研究医书，寻找治陆明礼厌食症的方子。终于让我找到了祖上医书上的治疗厌食症的药方，只等我再稍稍修改一番，派人送去给陆明礼，希望不负他父亲所托。这时来拿药的太监路过，正巧听了一嘴，陆将军已经能吃东西了，您这药恐怕还得改。他吃下东西了，你可确定是吃了哪位大夫的药好的？当然确定了，贵妃娘娘刚刚接到的家书，我听得真真切切。娘娘正往皇上那报喜去呢。至于是什么药，好像没吃药，吃的什么点心？他的病症已经十分严重，怎么会不药而愈？可能是我制定的上一副药起了效果。若是能吃东西，那还需把脉修改一下那副药方。我先去禀告皇上，即刻启程。院里的事就交于你。卢院士，你来的正好。贵妃刚刚告诉朕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陆将军吃得下东西了。皇上，我此番前来，正是想告假去陆将军府瞧一瞧。对，去带朕和贵妃瞧瞧。信里说她很喜欢一家店的吃食，朕倒是好奇了。如今记得也去探探，若真好吃，也给安平公主带一些去。安平公主正怀头胎，吃什么就吐什么。按说害喜的阶段也过去了，可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就是提不起胃口。另一边，陆明哲好不容易从太学要到了假，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约着哥哥去花卷小吃店。大哥，你的气色好多了，每天都正常吃饭吗？多亏了花卷姑娘，每日都为我准备足够的吃食，餐餐不重复，这几日没有一餐落下。也不知今日花卷姑娘准备了什么吃食，我好久没吃到了，甚是想念。既然你回来了，我们一同去吧。太好了，哥你都不知道我在太学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觉得我也要得厌食症了。两兄弟刚准备出发，卢永昌就走了过来。不错不错，明礼，你看上去状态极佳呀。卢院士，您怎么来了？卢院士，您来的正好，可否检查一下我哥哥的身体，看看是不是真的好了？卢永昌仔细探查了陆明礼的脉象，又细细问了一下最近每日吃药进食的情况，最后这才松一口气。可喜可贺，陆将军的身体已然大好了。哈哈哈。太好了，哥，你终于恢复了。陆将军，您提到已经断药许久，那您又是怎么痊愈的？可是吃了别的什么药，还是用了新的治疗方法？并未吃什么其他的药，也没有其他治疗手段。正好我们要过去，您可以同我们一起去看看。城外花卷小吃店，卢永昌站在队伍中，看着前面熙熙攘攘的人，他皱眉道：陆将军的厌食症就是在这里治好的？正是啊，可这是一家小吃店啊。这的确是小吃店，奇了怪了，治病不去医馆，来小吃店，还是如此简陋的店。卢永昌看向眼前排队盛景，让他不禁起疑。异域有一种草，名曰迷魂花，服用之后便会上瘾，一日不吃，全身就如同蚂蚁啃食一般，痒痛难耐，只有再吃到才可缓解。看这些人脸上充满了渴望，难道店家用了此花？这时花卷出来宣布菜名，今日套餐是猪蹄啊！怎会是猪蹄？我还未曾吃过，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今日尝尝先。花卷姑娘做的定然不会难吃，试试便知。疯了疯了，大家都疯了！先不提猪蹄味道如何，偏偏君子抱着猪蹄啃，这该有多难看？正在卢永昌纠结时，前方就传来了声音：食物卖完，明日请早。我去找花卷，我还没吃到呢，怎么就受控了？今晚叫我如何忍？这小店也太诡异了，恐怕食物里有猫腻。陆将军还是少吃为好。没事，进去吧。陆
陆将军你来了，今日怎么迟了？都快要闭店了。出门时刚巧有些事，这才晚了。原来这样呀，你们快坐吧，花卷姐姐给你们留了食物。花卷姐姐，陆将军来了，还有他弟弟，还有一个老伯，一共3个人。这时花卷走了出来，你们来了，稍等一下，我为你们热一下猪蹄。店主，我不用猪蹄，只要给我1勺卤猪蹄的卤汁即可。若是里面真混了霓虹花，只需检查猪蹄的卤汁便可。一会儿的时间，桌子上就排满了食物。陆明里2兄弟准备动筷时，且慢，让我先检查一番。卢院使，你要检查什么？就不能先吃了再说吗？卢某怕吃了就来不及了，万事还是小心为上。卢院使请便。随后，卢永昌疯狂地用嘴试菜，没有可疑的味道，反而还很诱人，食物没有问题。终于可以吃了。随后几人咔咔就是炫，卢永昌尴尬地看向几人，随后也炫了起来。吃了一会儿，他就问花卷：“这猪蹄是如何烹制？竟然没有寻常猪肉的腥臊味。”我的家乡那边的肉猪都要被阉割，所以没有那种味道。哦，原来如此，这猪蹄炖得软烂，实在是适合老人吃。卢院士，如果喜欢，我这还有一份，给你加一份。那是极好的，有劳店家了。没过一会儿，一大桌子被分刮干净，米饭也颗粒不剩。卢永昌愧疚地对花卷说：“先前多有得罪，还请花卷小姐见谅。”卢院士是皇上身边的人，仔细一些也是应该的。我此番离京，陛下让我带一些吃食回去给安乐公主，她有孕在身，一直吃不下东西。我想，若是姑娘的食物能治好厌食症，说不定也能让公主有胃口。那卢院士什么时候回京？我好提前准备下。既然陆将军已经没事，我今晚为他开几副调理肠胃的药方，明日一早便启程。明天一早恐怕来不及，我明晚开店时才能准备好食物。卢某需第一时间向陛下复命，还请花卷姑娘行个方便。还不知道公主的口味怎么样，我看看能准备什么。公主近来喜酸辣，孕前倒是甜，孕后吃的少了。喜欢酸辣的话，酸菜鱼很适合，只是太过仓促，没办法买到，但是有现成的菠萝菇老肉，先带回去试试吧。随后，花卷又转身对陆明里说：“我为你准备了胡椒猪肚鸡汤，炖的奶白奶白的，冬天喝了最是暖胃了。明天你可以和陆奶奶一起喝。哦，对了，还有烤乳鸽，你上次说陆奶奶很喜欢吃，我这次多准备几只。”说完便要进厨房，卢永昌心中好奇，胡椒竟还能做汤，奶白色的汤想想就诱人。还有烤乳鸽都没吃过，都想尝尝。花卷姑娘还请留步。我仔细想了一下，明日还要为陆老夫人把脉，我后日启程也可。好，那还请卢院士明晚再来我这吃饭。明天我准备卖酸菜鱼。哦，一定一定。第二天，花卷准备出门采购食材时，陆钊打来了电话。你好，花小姐，我想问一下你有意向出售那套浮光锦衣裙吗？可那是我穿过的耶。花小姐说笑了，古董哪一样不是前人用过的？它的价值不在新旧，而在工艺和它身上的故事。那好吧，我们怎么交易？1月5号，陶乐居会举办一个私人拍卖会，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带过来瞧瞧，说不定能拍出意想不到的价格。说着，陆钊发给花卷一张电子邀请函，你出示邀请函就可以进去了。如果花卷小姐还有其他东西，也可以带过来玩玩。我们现场也请了鉴定专家，我爷爷也会在。好的，我会去参加的。花卷让陆明里给陆祖母带回去胡椒猪肚鸡，陆祖母吃完立马叫陆明里去库房挑一件礼物送给花卷。晚上，陆永昌来到小吃店给安平公主带吃的，花卷立马给他打包了酸菜鱼和一些酸甜口的小吃。近日天寒，内人也胃口不佳，你看，放心，卢院士，我也为您准备了一份一样的。那就谢谢花卷姑娘了。随后，卢永昌便快马加鞭直奔皇城。与此同时，有一对妇女正在小吃店门口说着话。爹爹，你来都来了，就这一口再走吗？陆儿啊，你是知州的女儿，怎么能吃起这种店里的东西来？您就信女儿一次，来都来了，难道还叫我饿着肚子回去吗？府里早就备好了晚餐，你忍一忍，到家就能吃。哼，不行，饿死了，忍不了，就要在这吃。赵继周无奈，只能让随从去排队。这写着78，小二说前面还有11桌就到我们了。这还挺新奇，每人领一个号牌，到了便进去，不出错也不会出乱子，不错。没过一会儿，他们就进店，照着店里的规矩点了一份酸菜鱼套餐，还带有米饭、红糖糍粑，花卷还另外送了4个瑞士卷。我听苏婉说酸菜鱼又辣又好吃，爹爹，鱼片配米饭更好吃。赵继周这才注意到一旁的白得发亮的米饭。急了，最近江南洪灾，大部分田地被淹，大米收成大幅减少，自己都难吃到白米饭。如今这小小的小吃店竟能给每桌都提供大米饭，他这米饭从何而来？
苏婉告诉我，花卷姐姐可能是天上仙人下凡渡劫呢。他又从何得知？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话本里也这么写。很快，两人就吃完了桌上的食物。比之前吃过的所有东西都好，宫宴都吃不着啊，还价格合理。上次苏婉家的团圆宴就是花卷姐姐准备的甜品。爹爹，除夕的菜式也交给花卷姐姐好不好？赵继周点点头默许，随后赵乐把瑞士卷装盒带回去，准备给他娘亲尝尝。赵继周父女走后，陆明礼送走卢院士，便择了回来，随后便交给花卷一只小碗。我猜测，比起铜板银锭，或许你更喜欢这个碗。这是莲花碗，是皇上前年命汝窑烧制的一批碗中的一个。他是第一个猜到我苦恼的人，这些日子赚了不少银两，可是不敢拿去变现，铜板数太多了，一下子涌入市场，就怕自己还没发财呢，就进去了。你真是善解人意，实在聪明啊！只要你喜欢就行。另一边，自从花卷小吃店爆火后，万福楼生意一落千丈。万福荣一边眼红花卷小吃店的生意，又怕陆明礼的拳头，他便带着礼物来到知州赵继周这儿吹风。想必赵知州早已听闻，这城外新开了一家小吃店，那可不得了，生意特别火爆。赵继周想，那可不是，自己刚吃完，那酸菜鱼的香味还深深印在脑子里呢。问，是有听说？哼，那店主是个叫花卷的小姑娘，不懂道理。按说这小吃店也属于我们商会，自他开店至今，未见他上门，更没有加入商会。这以后若是出了什么事，我们商会可是要负责的呀。这个许是小吃店开在城外，商会管的是城内的店，这有个界限不明了。小姑娘嘛，知道的少。那可能是小姑娘不懂规矩，我们老一辈的应该教教。无论城里城外，开店都有印屑，您把这印屑副本还有花卷的互贴交予我，我亲自去办理入商会手续。赵继周一愣，一看花卷就没有互贴，自己也从未听过花卷小吃店来办理东西。随即他只能搪塞道：“这是师爷办的事儿，我让他找找，迟些给你送去吧。”然后对着旁边小厮使了个眼神，小厮心领神会，转身离开。小厮一路小跑到师爷房中，急匆匆传达老爷的指令：“快，即刻办理一下花卷小吃店的印契。对了，还有花卷的互贴也一并办下来，是老爷吩咐的。办好后，花卷那一份给我，我晚上自己交去小吃店。”这样就有理由前去邀个功，顺便能蹭点好吃的。上次的酸菜鱼只是汤泡饭就已经香到脑昏昏，下次一定要吃肉。万芙蓉在赵继周哪儿吃了瘪，随即请来了他酒楼的供货商。各位兄弟，我老万一直都把你们当作自己人，现在是我老万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我一次啊！万老板，你有事请吩咐，我们定当义不容辞。对，我们一定义不容辞。城外的花卷小吃店与我抢生意，还将我轰出门。若你们还当我是朋友，以后不要与他有生意往来。万芙蓉在此拜谢各位。那自然，但是我好像从未给什么花卷小吃店供货。其他人也面面相觑，都说自己不曾与花卷小吃店打过交道。怎么可能？这么大的生意，竟没有用着你们铺子进货？城里再无其他铺子能提供这么多货了。万老板，你相信我，我从未见过那名叫花卷的女子。是啊，我也从未见过。不过您放心，若日后她来找我们进货，我们定当拒绝。万芙蓉回到屋内，想到这几天到处吃瘪，瞬间火气上头。于是他找来王五、赵六，你们找一天晚上偷偷去把那个花卷小吃店烧了。两人上次挨了一顿打，心里正气不顺呢。听到老爷这么一说，都点头同意。听说过几日小吃店暂停营业几日，正好可以趁机去放火。是骡子是马？一把火给他烧出来看看。